我都花钱做了医美，我干嘛不拍下来和大家分享？很多观众都以为我是天生的好皮肤，但其实我从小皮肤就非常的敏感，可怕吧？怕就乖乖去防晒。这个方法我真的用了少说也有10年了，而且还有发现一个小工具，非常的简单又便宜。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是1月16号，距离我们今年的春节呢只剩下不到2个礼拜的时间了。在这个春节假期呢，大家都会回到自己的家里面，见见很久没有见到的家人啊、同学啊、朋友啊。衣锦还乡的时候到了。这么一说，瞬间压力就大了起来了。所以今天呢，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个14天保养计划，和大家来聊一聊全身皮肤的居家护理、急救的医美，顺便呢再教大家修修眉毛。各种保养好物，有的呢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牌，有的呢连50块钱都不用，都是我用了10几年的心得。这个礼拜让我陪你从头美到脚，从里美到外。这份变精致的计划呢，不但是这一次春节假期你可以马上用上，在你接下来人生任何重要的时候，面试啊、报告啊、约会、拍照、相亲，都可以让你光彩照人。看完绝对值得，让我们马上开始吧。首先来说说大家都很关心的医美。之前我在和大家分享我的保养心得、喜欢用的美容仪的时候，就有留言跟我讲说，你先说说看你脸上做了多少医美，再来说说这些产品有多少用。怎么我的脸看起来很科技吗？我是 YouTuber 我都花钱做了医美，我干嘛不拍下来和大家分享这么好的主题关于医美呢，其实我之前就和大家分享过，我在打的只有 M22彩冲光的这个保养，但是呢，我的次数非常的克制，1年大概就是4次，这样打呢已经很多年了。至于为什么会是4次呢？就是因为我去的那个诊所啊，卖的那个疗程卡一张就是4次。哦，对，我之前还打过1次皮秒，可是那一次之后呢，我脸上就大冒痘，所以我后来就不敢打了。这些可能都算不上医美吧，就是很简单的皮肤管理而已。当我们近距离和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最先看到的肯定是他的脸部，这个人他状况好不好、累不累，基本上可以从脸上就看出1、2。所以呢，比起眼睛大不大、鼻子高不高，我更在意的是皮肤整体的状况。说实话 ，M22彩冲光这个东西啊，真的是 CP 值超高，高到几乎没有诊所会主动跟你推荐它，因为真的就是便宜又大碗，而且它几乎没有恢复期，坚持做呢又很有效果。它的效果呢，很直接的是在透白这一块，然后像脸上有一些斑斑点点，如果医生评估过之后可以打出结痂的话，效果也是蛮好的。加上我平时很喜欢花心思在保养上，所以我脸上除了这个胎记之外呢，是几乎没有什么斑点的。一张干净的脸呢，就是光彩照人的第一步，所以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在重要时刻来临之前的7天去做一次不需要恢复期的医美管理。那除了我刚刚讲到的这个 M22呢，我也很想要去尝试一些光电提升的疗程。正在看影片的你，如果你有什么私藏的医美口袋名单，欢迎留言和我分享。很多人都知道，做完医美要防晒补水，这些医生护理师都会跟你讲。但事实上，为医美做的保养，从医美之前就要开始了。因为很多医美的方法呢，对我们的皮肤来讲都是打碎重来，皮肤状况本身就健康，效果才会有加成。我之前也和大家聊过很多次，我选择保养品最看重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产品可以帮忙我的皮肤来维稳，再其次的才是其他的功能。那我一直在用的呢，就是 Lancome 的小黑瓶。去年呢，它也推出了全新升级的小黑瓶 Pro。哎呦，这样拿出来感觉跟我今天身上的衣服好配哦。小黑瓶我真的是从它刚上市没多久就开始买了，我是第1代兰蔻玫瑰会员，而且我人生收到的第1个大牌的保养品也是兰蔻，我妈送我的。很多观众都以为我是天生的好皮肤，但其实我从小皮肤就非常的敏感，天冷了、换季了、春暖花开了，总之有任何风吹草动，我的脸就会有反应。直到我上大学之后，开始摸索适合自己的保养思路，在试错了800遍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要先修护我自己受伤的皮肤屏障，皮肤有免疫力了，我才有资本去想要其他的更白啊、更紧啊之类的功效。小黑瓶很神奇的一个地方是在于，皮肤健康、气候稳定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马上感受到它有什么飞天的效果。但是当你去出差旅行，去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去日本、韩国，气候很干燥又冷的地方，在你皮肤觉得非常干又泛红的时候，2管下去，马上你的皮肤就会有舒展开来的感觉。而且升级版的小黑瓶 Pro 除了经典成分7大益生菌、益生值之外，还添加了全新的贝塔葡聚糖。这个成分我之前就听说过，因为我生小孩是用剖腹产嘛，剖腹产完之后呢，我有喷一种水性的敷料，可以帮忙我的伤口湿润愈合。那个敷料的主要成分呢，就是贝塔葡聚糖。而且贝塔葡聚糖这个成分呢，在很多天然的食物，比如说像大麦、燕麦、菇类、酵母里面也存在。它活化免疫力的效果呢，也得到了医学的大量证实。那贝塔葡聚糖用在我们皮肤保养的时候呢，就可以帮忙启动我们身体里的自体修护开关，进而达到抗老的效果。我平时使用的时候呢，在用完精华水之后，就会直接用小黑瓶。我发现后续的保养品的吸收都会更好。
这么多年来，不论我后续用什么样的精华、乳液还是面霜，第一个我都习惯用小黑瓶来做打底。其实打底的产品呢，除了 Lancome 的小黑瓶之外，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我也有，但是呢，小黑瓶给我的肤感会更加的温和一点，而且抗老修护也可圈可点。对于一开始皮肤状态是非常敏感的我来说，重复购买率也会更高一些。那这么多年下来呢，它除了让我的皮肤没有像之前那样状况百出之外，肉眼可见的就是我的皮肤状况真的维持的比较年轻。当然，因为我没有打过像除皱针这一类的医美，我笑起来的时候呢，眼角这些地方还是会有动态纹的。但我个人觉得，在我没有做表情的时候，脸上几乎没有细小的纹路。这部分呢，真的没有办法给到大家使用前、使用后的对比图，因为我实在从太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在使用小黑瓶了。不过呢，为了这一次的选题，我特别去找了 Lancome 的专柜，因为我之前看到他们专柜有肌肤检测仪，所以我特别在使用小黑瓶 Pro 的第1天和第7天去检测了我的肤况，看一看我这样常态保养的状况下，皮肤是不是依然可以有进步。结果大家也看到了，保湿度和纹理粗糙的分数呢都有了提升。所以你们说保养有用吗？我觉得坚持的够久，时间会给你答案。顺带说一下，这个肌肤检测，我觉得大家有空真的可以去预约一下。它给到我的检测结果对我来讲还蛮有参考价值的。基本上我在意的问题和它检查出来的结果是一致的，只是说它会给出更细节的图示。比如说我在意的一些干燥，它会直接告诉你是哪一个区域，这样我后续在涂保养品的时候呢，就可以跟着那个图示针对性的保养。包含隐藏在我们皮肤下面的一些斑斑点点，它也可以照出来。那我们在使用美容仪的时候呢，就可以跟着那个图示点对点的处理。这种仪器呢，一般医美皮肤科诊所都有，但你很难没有做治疗的时候就跑去叫他们帮你测。可是呢，兰蔻的这个肌肤检测是开放预约的，还免钱。很多人都想知道这一次小黑瓶升级的战果究竟怎么样。作为老用户，手里的素材就是多。这个是新版，这个呢是之前的旧版。比起旧版本来说呢，新版本就更加的水润，而且上脸之后吸收超级快，完全不会油腻。涂在脸上之后呢，你就会有一种这就是大牌的肤感。而且新版本呢，在包装上也做了升级，像这个50ml的大小就有推出这样子的替换芯，这样呢就不会产生很多个空瓶了，比较环保也比较省钱。那这次新版本的小黑瓶 Pro 呢，对于之前没有用过小黑瓶的人来讲，完全可以闭眼入，因为它没有酒精的添加。像陈老师这样子有水杨酸过敏的问题，很多我觉得好用的保养品给他用，他多少会有一些敏感的反应。可是这一次小黑瓶 Pro 它就用得很好，晚用2管。难怪空得这么快，但确实它一个油性敏感肌，用完之后皮肤的细腻度还有健康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好。所以这一代的小黑瓶 Pro 真的各种肤况不论男女都适用。那我前面聊到的医美前后的保养，因为小黑瓶 Pro 是零酒精添加，所以医美前保养呢可以养好我们皮肤的屏障，医美之后保养呢可以迅速的修复我们皮肤的弹润，放大医美效果。既然保养也做了，医美也做了，在这么重要的时刻要到来之前呢，没有勤快使用的美容仪也该拿出来了。如果实在太懒了，就学陈老师看电视的时候用。总之呢，美容仪就是一个跟时间的约定，不论是初代那种不通电的，还是有流行过一阵子的那种黄金按摩棒，还是像现在这种各种高科技加持的，无论功能是拉提的还是亮白淡斑的，坚持使用才有效果。另外呢，防晒也千万不要忘记，不要到了冬天就觉得哇阳光暖暖的好舒服啊，然后就觉得它没有杀伤力。冬天还是要防好防满，尤其是在做完医美还有美容仪之后，这样我们前面花大力气的保养才会有效果。我这一次去 Lancome 检测皮肤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模拟你15年之后的样子，我觉得很有趣。它会有2个模式，第一个模式呢是在你没有任何风吹日晒自然老化的样子，俗称内源性老化。另外一个模式呢，就是在这15年间你完全不防晒，经历了紫外线摧残之后的样子，俗称外源性老化。这2个图对比一下，是不是只有内源性老化的时候，就算过了15年也没有觉得很老，可以接受的样子？可是在不防护紫外线的情况下，是不是真的就很老？可怕吧？怕就乖乖去防晒。那关于防晒呢，之前也出过一集非常详细的心得，没有看过的观众可以去看这一集咯。那除了我们脸上要做的保养之外呢，趁这个岁末年终，身体也要和家里一样做一个大扫除，废旧的角质清一清，这样呢后续的身体乳什么才好吸收，摸起来才不会粗粗的。大家呢可以直接去买那种去角质霜，我的话就比较阳春，我用的是丝瓜络。洗完澡或者泡完澡之后呢，就拿着这2头的这个绳子拉紧，然后就在身上这样刷刷刷刷刷，然后废旧角质就会掉下来。洗完之后你真的摸起来皮肤就会光溜溜的。这个方法我真的用了少说也有10年了吧。这个东西大概就40-50块钱吧，我觉得真的是干燥地区的人的福利，因为它不会发霉，所以我1颗真的可以用很久。但是我之前住在台北的时候，这个放在浴室里过一阵子就会发霉，所以住在北部还有潮湿地区的观众呢，还是乖乖的去买去角质霜就好了。
如果我们想要那种会发光的皮肤，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身体的毛毛也要处理。因为如果我们皮肤表面有一层毛毛的话，就很容易看起来这个皮肤是雾雾的，尤其是过年期间要去海岛国家度假的观众。那脱毛的方式有很多，你可以直接洗澡的时候把它刮掉，也可以用脱毛仪，也可以去美容院处理，看你自己喜欢习惯的方式是什么。那我作为一个美容仪大户呢，肯定是在家里处理，因为方便，而且比起单纯刮掉来讲，可以更持久。大部分的人都会在过年前去一趟发廊吧，因为定期的修剪可以让我们的头发的光泽感和层次感都更好，人也会看起来更精致一些。而且正月里嘛，会有那种不能剪头发的传统，所以过年前整理头发这个时机一定要把握好。我会建议呢，在春节前或者重要时刻前7天就去整理我们的头发，因为万一我们遇到发型师水准发挥失常，我们还有傻7天的资本。至少在春节假期或者重要时刻来临之前，我们还有时间可以去补救。那关于头发的部分呢，之前也出过非常完整的一集保养心得。我个人最喜欢的发色是这样子黑色的头发，因为这是我们本来头发的颜色。我觉得黑色特别适合我们的亚洲脸，可以更加凸显我们五官的清秀还有气质。当然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喜好，不管你是什么样颜色的头发，都要记得在重要的时刻来临之前去把你的发色统一好。像我这边有一些白头发，或者有一些观众平时有染发，就要记得把头发去做一个补染。那我本来的头发颜色呢就是这样子自然的黑发，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呢，我都是在家里把那几根白色的头发染一染而已。之前也有观众问我在家里用的染膏是什么牌子，那我常用的呢有巴黎莱雅或者施华蔻，康诗美就有卖，自己在家操作一下也很简单。然后我最近还有发现一个小工具，我觉得也很有趣很好用，就是这样子的染发棒。有些时候头发忘记补染，又希望自己看起来可以精神一点的时候呢，就可以拿这样子的染发棒，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刷子，就像涂睫毛膏一样，然后哪里头发需要补染补色的时候就这样刷一刷，白色的头发就会被盖过去。这个小工具我还蛮喜欢的。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东西遇到水会掉色，所以比较适合急救的场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大家可能会忘掉，就是我们的眉毛。眉毛虽然只占了我们脸上这么小的一个位置，可是对我们脸的精致度却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你的眉毛杂乱无章，就会看起来脸很没有精神，也会让你花大心思化的妆出不来原来应该有的效果。那如果之前从来都没有修过眉毛的观众呢，不放心自己的手艺，可以先去找一个化妆师帮你去设计一个适合你的眉毛。那如果动手能力强一些的观众呢，就可以买一个修眉刀，自己在家里修眉毛。如果你对你的手艺没有这么的自信，我就建议大家可以去买那种最小 size 的修眉刀，会比这样子的还要再小大概1/3吧，非常的小，那种呢就会比较灵活好上手。修理的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首先呢要找定位点，定位点怎么找呢？从我们的眼头对上去的位置就是我们眉头应该在的位置，然后呢从我们的眼角对到我们的眼球，再延伸上去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眉峰。再来呢从我们的嘴角对到我们的眼角，再延伸出去这条线和我们眉毛交叉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眉尾应该在的位置。另外呢就是眉头这边要做一个小小的切角，这样我们的眉毛才会更加的自然。然后呢眉尾的位置要记得比眉头的位置稍微高一点点，或者如果你喜欢那种平眉的话，至少也要抓到是平的那一种，要不然你的眉毛就会变成八字眉。这样找到眉毛的定位点之后呢，用笔稍微勾勒一下，这个框框呢就是我们眉毛的范围了。那这个框框外面的杂毛呢，就可以用这样子的修眉刀把它修掉。而且平时我们在画眉毛的时候，怎么样找我们的适合的眉形，也可以用我刚刚说的这个方法。剃的时候就记得要小心，刀刃在这边，千万不要这样来回的拉，因为可能会割伤你自己。要这样上下跟它的刀刃的方向是垂直的，这样才比较不会容易受伤。那如果是那种眉毛很长的观众，还可以去买一个眉毛的那种修剪的小剪刀，开架式的药妆店都有卖。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困扰，比如说我，或者你想要保留野生眉的那种质感，就不需要进行这一步了。这样呢，基本上一个漂亮的眉形就已经做好了。多练习几次，慢慢的你就会找到适合你的形状。那在重要的日子来临之前呢，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手，因为我们的手是第2张脸嘛。约会啊、牵手啊、握手，一双软软的手会给你的精致度加非常大的分。那在这里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个我平时在用非常简单又便宜的 DIY 手膜的方法。身体乳、椰子油1:1的加到一个小碗里，然后抹匀之后呢，涂在自己的手上，再用那种吃东西的那种手套把它包住，过10几20分钟把它拿下来呢，你就会发现你手的皮肤真的非常的嫩。但你如果觉得麻烦的话，就直接买手膜就好了。那如果没有做美甲的观众呢，也要记得把自己的指甲修剪干净。其实不需要多么华丽的美甲，这样健康干净的指甲也很漂亮。节目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去资讯栏点点连结领取 Lancome 全新小黑屏 Pro 的试用组。好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还有点热推哦。我是安娜，每周四我都会在这里，下周四我们再见啦，拜拜。